这两天呢，有很多专家，还有呢很多房产中介都会催促你呢赶紧买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上半年有双重的利好。第一呢，就是2022年上半年楼市救市，解除了这个楼市的一些限制。最主要的是呢，把利率降低了，我们每个月还的贷款就少一些。第二点呢，就是12万亿刺激计划。很多人说12万亿撒向市场，那么我们房地产有救了，现在抓紧买房上车，未来你就会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豪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呢，很多人去过度的解读了这个12万亿的刺激计划，也有很多人呢歪曲理解了12万亿这个刺激计划的一个源头。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到底这个12万亿的刺激来了，我们能不能够买房子？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很多人说这次呢要比2008年猛很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是4万亿刺激楼市，但是这一次12万亿的刺激计划根本都没有提到房地产。那他提到的哪些方面呢？比如这个退税、资金担保铁路、商用货车、小微企业贷款等等。你听一听，有哪一样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还有的人说这个钱反正都要到市场上，不管对于股市也好，对于楼市也好未来呢都是有相当大的利好的。那其实呢，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现在不提房地产？有了这个12万亿的刺激，也没有涉及的房地产。你不要忘了一点，在2016年年底提出的房住不炒，这个就是核心，而且是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只有呢房住不炒，才能够让房地产平稳健康的发展，其他的呢都是扯淡。那么你可以想一想，这几年房地产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多的不说，就从这个17年到18年房价涨了以后，你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2017年到2018年那个时候买房的群体直呼自己买高了，成了接盘侠？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房产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觉得呢当时的这个房价高，未来还会一直很高，那么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起。殊不知这个房价已经到了高位，甚至呢很多人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就没有搞清楚房价为什么涨，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所以呢它的房价涨价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呢老是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我说很多3、4线城市的房价降了，那是因为呢没有产业，人口流出他就给我来一句呢，说我们浙江有很多小县城的房价都单价到2万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一点，本身浙江呢就属于东部沿海城市，它的制造业它的产业发达，人口是从西部往东部流动的，也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虽然说呢浙江的很多县城名义上是一个县，但实际上它已经到达了一个市的体量这个县城里面呢有很多的产业，而且很多产业呢还是做出口的，会吸引大量的年轻人来这里发展。那么房价高是在所难免的。那你拿鹤岗来比呢？鹤岗可是曾经的这个资源城市，为什么现在房价降了？是因为没有人了，资源枯竭了。所以呢具体问题就是要具体的分析。那么2017年到2018年房价的这个大涨，实际上呢就是虚高为什么讲虚高呢？1、2线城市还好说一点，毕竟呢它的土地比较少，人口呢在大量的流入，它能够呢吸引人，所以呢有需求，而这个地少，所以房子价格高。但很多3、4线城市为什么价格非常高实际上就是虚高。因为呢这个1、2线城市的限购，所以很多人呢都跑到3、4线城市去买房，因为当时3、4线城市的房价是价格洼地包括3、4线城市土地也是价格洼地。那经过房住不炒的调控，你看这2年3、4线城市房价是不是回归理性了？很多开发区甚至都没有人，配套根本都上不去。所以呢房住不炒是主基调，尤其是在2021年提出的这个房住不炒针对的方方面面，到现在仍然
然在延续。那你看，对开发商的3道红线，从这个2020年的年底就开始提出，到现在仍然有效。那这样呢，开发商现在说实话正处在一个被淘汰的这么一个局面，留下来的就是有实力的，能够在将来真正呢为老百姓建好房子的那些呢，很多想以敛财为目的的小开发商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这是呢对我们老百姓的一种保护，最起码未来呢经过调整，我们可能很少会出现这个房子质量问题，或者说呢烂尾楼的出现。那么第二点调控呢，就是大的方面，我们看对这个银行，对吧，有2个方面的限制，有2道红线，就是你不能够无止境的向这个开发商提供贷款，必须呢要达到某个条件要不然呢开发商那一块呢又会无序的去扩张。那么对于这个买房人呢，你要呢做到这个审查工作，对吧？不是所有的人来了就能够贷款，你也呢要查这个资金来源问题。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控呢，那么银行的金融风险呢就大大的降低了。其实呢，金融风险降低呢，对于我们老百姓也是一个好事老百姓的本身的这个居民负债率呢就很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遏制一部分人恶意的去炒房。还有呢，提到的第3点就是呢，未来几年肯定会加大这个租房市场的规范还有呢这个保障住房的建设。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在去房子的金融属性我们说商品房很贵，就是因为存在着交易，所以呢它就越来越贵，这属于呢是人为操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规范呢租房市场也有可能给租房来一个指导价哟，这不是不可能。还有呢，这个保障型住房是针对的低收入人群，以及呢就是未来要到城市里面发展，刚来城市的这个新青年、新市民等等让他们呢不要为这个房子所操心。最重要的就是涉及到民生的，还有这个物业的服务之前呢我们讲过，这个物业和这个业主呢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是当今呢，物业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反客为主成了小区的主人。物业呢有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把这个业主的权益给侵占了，这些呢在将来都要得到改善。这就是去年提出的这个房住不炒的一些针对性的调控，上到开发商，下到小区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整治，到现在仍然有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人讲这个12万亿刺激楼市以后这未来呢我们大家买房子就更容易一点。其实呢我理解的是可能这个刺激来得很合适，但是呢要想调动大家买房的积极性，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不买房面临的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买不起，因为房价经过20年的上涨，现在控制住了，但是很多人仍然没有房子。那一般人会说呢，我拥有好几套房子，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很多人仍然想到城市里面扎根，奈何现在房价太高。在2000年的时候呢，你买一套房子可能呢只需要2口子的钱，但是在2022年的今天，你买房子可能呢需要呢双方父母以及你自己6个口袋的钱那么买房子呢就变得遥不可及，所以呢很多人还是仍然买不起房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扛不住怎么个扛不住呢？房子买了不是个小事一般呢买了房子要有30年的贷款，这30年的每一个月都要还贷款。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近几年大环境不好不管怎么样，有的人收入减少了有些人呢可能征信还坏掉了，甚至呢有些年轻人超前消费，到现在还负债累累。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买了房子以后，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子女的教育，还有家庭的这个生活支出等等等等一切费用，你是否真的能够扛得住？所以呢，这个12万亿的刺激计划呢，是让钱走这个经济内循环，让钱呢绕一个圈进到老百姓的口袋，只有老百姓有钱了才能够买房子，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没有钱买什么房子呢？对吧？都是空谈。还是那句话，问现在能不能买房？一句话，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根据自己的收入，根据家庭的结构以及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来决定在哪里买房子。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